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天是我和何成宇订婚的日子，我穿着那件期待已久的红色礼服，站在梳妆镜前，仔细打量自己。醒醒啊，阿姨想和你单独聊聊。何凤娟笑眯眯地拉着我的手，把我带到了一间安静的休息室。我早就知道这个未来婆婆是个精打细算的主，平时买个菜都要讨价还价，更别说这种大事了。走进房间的那一刻，我就察觉到了不对劲。何凤娟的笑容看起来有些勉强，手指不停地绕着手帕，明显心里有事。醒醒啊！她坐在沙发上，拍了拍身边的位置，示意我坐下。你知道的，阿姨一直都很喜欢你，把你当亲闺女一样。我在心里冷笑一声，却还是保持着得体的微笑坐了下来。这个彩礼吗？何凤娟欲言又止。阿姨觉得是不是有点太高了？你看88000这个数字多吉利呀，寓意发发的。我强忍着内心的不适，心想这个女人还真是会挑时候，偏偏要在订婚现场谈这个。更让我心寒的是，她接下来的话，再说了，你也不是。她支支吾吾地看了我一眼，你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年纪也不小了。阿姨不是在意这些，但是这个数字确实……这句话像一盆冰水浇在我头上，我瞬间明白了。何成宇把我们之间最私密的事情都告诉了他母亲。一直以来，我都知道他和母亲关系很亲密，毕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。可我没想到他会把这种事都告诉他妈。这一刻，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扒光了，站在他们母子面前，那种羞耻和愤怒几乎要把我淹没。我看着何凤娟那张笑眯眯的脸，突然觉得很陌生，也很恶心。原来在她眼里，我的价值还能用彩礼的高低来衡量。我强忍着内心的愤怒，故作平静地问：阿姨觉得应该减到多少比较合适呢？就88000吧，你看这个数字多吉利。何凤娟说这话时，眼睛都不敢看我。我冷笑一声：阿姨，这个彩礼数额是我和成宇商量好的，也是我们小金库的一部分。您觉得不合适，那我们还是取消订婚吧。何凤娟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林醒醒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们家成宇今年才28岁，正是大好年华。追他的女孩子从北京天安门排到长安街，再绕回天安门，能排2圈，是吗？那您怎么不让您儿子去找那些女孩子？我反问道。何凤娟突然压低声音说：你也不是什么纯洁的女孩子，凭什么要这么多彩礼？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。我站起身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您说的对，我确实不纯洁，而这个不纯洁还要感谢您的好儿子。门外，我的父母正焦急地等待着，见我出来，连忙迎了上来。醒醒，怎么了？妈妈一看我的表情，就知道出事了。不办了，我的声音不自觉提高，整个宴会厅的宾客都看了过来。这时何成宇匆匆赶到，一脸尴尬地想拉我到一边，我一把甩开他的手。何成宇，你妈说我不是处女，要降低彩礼，你说这是你告诉他的吗？何成宇的脸瞬间涨得通红。醒醒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在这里，怕什么？我冷笑着看向何凤娟，既然阿姨这么在意这个问题，我倒要问问，您的宝贝儿子又是什么清白之身？我转向何成宇。何成宇，你跟你妈说过你睡过几个女人吗？打过几次胎？还是说只有我的事配得上告诉你吗？全场一片寂静，宾客们的目光在我们之间来回逡巡。何成宇脸色煞白，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我告诉大家吧，
我的声音在安静的宴会厅格外清晰。你们的成语，大学时期就把同班女生搞大了肚子，后来又骗了隔壁班的心仪对象，来告诉大家，那时候打胎费是谁出的？是不是还是你妈帮你摆平的？你胡说！何凤娟尖叫起来，但她颤抖的声音暴露了她的慌乱。我从包里掏出一叠照片和单据，不信，这是医院的单据，还有你儿子和那些女生的合照。你不是说我不清白吗？那你儿子算什么？圣人吗？何成宇终于慌了神。醒醒，你冷静点。我现在很冷静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彩礼的事就不用谈了，您母子好好享受这场订婚宴吧。对了，我转身看向所有宾客，今天的订婚宴我请客，就当是给大家看了一场好戏的酬劳。我取下订婚戒指，重重地放在桌上面。转身时，我看到我爸妈骄傲的眼神。是啊，我林醒醒可以不结婚，但绝不能让人践踏尊严。何成宇，祝你找到那个从天安门的女人。正当我准备离开时，何凤娟突然像只发狂的母狮子一样冲了上来。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这样污蔑我儿子！她气急败坏地想抓我，我灵巧地往旁边一闪，她却一把抓住了我的包包。尖锐的指甲在鳄鱼皮面上划出了几道明显的痕迹，包带也在撕扯中断裂开来。哎呀！我夸张地惊呼一声，故意放大音量。何阿姨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这可是爱马仕今年的新款啊！我才背了2次。我拿起已经变形的包，仔细检查着伤痕。鳄鱼皮限量版，买的时候花了小20万呢。何凤娟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要知道，她平时最爱在亲戚面前炫耀自己儿子有多么有出息，女朋友多么有品味。现在当着这么多亲朋好友的面，她不仅失态地动手打人，还把价值不菲的奢侈品给毁了。我不是故意的。她的气焰一下子就弱了下来，眼神开始躲闪。没关系，我轻笑着说，您要是赔不起，我也不会勉强。毕竟您连8.8万的彩礼都嫌多，更别说这20万的包了。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精准地戳中了何凤娟的痛处。何成宇这时候也慌了神。醒醒，这事是我们不对，包的事。哦，对了，我打断他的话，从破损的包里拿出一张医院单据。这张单子你还是留着吧，要是以后你妈再嫌弃哪个女孩子不够纯洁，可以拿出来看看，好好想想她儿子都做过些什么事。我说完这些话，看着何凤娟铁青的脸色和何成宇窘迫的表情，心里反而感到一阵轻松。有时候，最好的报复不是愤怒的对骂，而是让对方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丑。取消订婚的风波过去1周后，我的工作已经回到了正轨。作为项目部的主管，我正带领团队筹备一个上亿的地产项目，这是我入职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机会。如果成功的话，我就能直接升任部门总监。正在我审核项目进度报告时，手机疯狂地震动起来。醒醒，你开机了吗？包的事我去找人检查过了，好像可以修复。别担心，能见面谈谈吗？何成宇的微信在屏幕上不断闪现。真是够了！我冷笑着放下手机。那是一个限量款的爱马仕，被他妈硬生生抓坏。也就看在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没跟他们计较。现在哪有时间跟他们浪费在这种事情上？林总监，这是下周跟业主谈判的资料。小王敲门进来，放下一摞文件。知道了，今晚我加班看完。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手机又亮了。醒醒，订婚不是没成吗？那些首饰要不还是都退了吧？我妈说站着也不好，而且我想可能我们真的不太合适。
看到这条消息，我的手指突然顿住了。那天的求婚场景不受控制地涌入脑海，米其林3星餐厅，满地的玫瑰花瓣，他单膝下跪，掏出钻戒时眼里的期待。那时候的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，鬼使神差的就答应了。现在想来，当时的我真是太傻了，或许只是不想麻烦，又或许是被那种浪漫的氛围冲昏了头。要不是这次他妈闹出这档子事，我可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嫁给他了。我喝了口已经凉透的美式咖啡，给他回复：行，东西让助理整理，你找人来拿，以后也不用联系了。醒醒，能不能见一面？我有话想当面跟你说，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别这样。看着他不断发来的消息，我直接点击了拉黑。窗外的夜色已深，但我的工作才刚开始。比起这些儿女情长，我更想先把自己的事业做好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这次是项目合作方发来的邮件。我打开电脑，继续投入工作。有时候，放下一个不该有的人，反而能让人生更有方向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让助理小张把所有首饰整理好。一对钻石对戒，一条18K 金项链，一对祖母绿耳坠，还有那天订婚时他送的手镯。看着这些东西，我忽然笑了。这些在婚前就送的礼物，大概是他妈精打细算后的结果吧。小张，帮我寄顺丰到付。我递给他一张写着地址的便签，正要转身离开，我又回过头来，等等，再加个东西。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医院单据的复印件，是2年前的打胎费用明细，在背面我写下一行字，顺便结一下你前女友的打胎费，支付宝和微信都可以，记得备注前女友打胎费，把这张单据夹在首饰盒中间。我笑了，这些东西我早就该还给他了。林总监，您父亲说的楼盘就是这个金茂府。小张翻看着手里的资料，爸爸说地段不错，让您先来看看。我点点头。自从升任总监后，爸爸就一直说要给我买套房子。今天特意抽时间来看看，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尴尬的场面。刚走进售楼部，就看到何成宇搂着一个年轻女孩在看沙盘，他妈何凤娟也在旁边笑得一脸灿烂。我皱了皱眉，正想转身离开，何成宇已经看到我了。醒醒，真巧啊！他故意提高了声音，带着那个女孩走过来，也来看房子。我淡淡的应了一声，目光落在沙盘上，给你介绍一下。何成宇一副炫耀的语气，这是我未婚妻小雨，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。我轻轻哦了一声，继续让小张记录户型信息。何成宇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，显然没预料到我会是这种反应。这就是那个林总监吗？小雨好奇地打量着我。何凤娟立刻凑过来，脸上带着假笑。小雨呀，这是姐姐，快叫姐姐，你看人家现在可是高管呢。那个叫小雨的女孩怯生生地看我一眼。姐姐好。不用了，我们不熟。我继续看着户型图。小张，记一下这个单元的朝向。何凤娟又阴阳怪气地说，小雨今年才22岁呢，刚毕业，年轻就是好啊。我终于抬起头，看着何凤娟笑道，是啊，年轻好。阿姨这次准备要多少彩礼呀？还是8万8？何凤娟脸色一变，讪讪地说不出话来。我又转向小雨，客气地提醒，小妹妹，建议你查查这套房子的产权，何先生名下还有一笔没还清的贷款，这套房子估计只能写他妈的名字。何成宇急忙打断，醒醒，你别……对了，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支票递过去，这是之前说的那笔钱，一直想给你，
麻烦转交给你的前女友吧，就当做个了结。小雨一脸困惑，什么前女友？什么钱？走出售楼部时，身后传来何凤娟拔高的声音：“她就是嫉妒，你看你这么年轻漂亮，人家能不急吗？”小张，我转头对秘书说：“跟爸爸说，这个楼盘风水不好，我们换一个看吧。”坐进车里，我突然觉得心里轻松不少。有些人渣，不点破他的真面目，反而是对别人的不负责。至少我提醒过那个女孩了。坐进车里，小张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：“怎么了？”我系好安全带问道：“林总监，我总觉得刚才那个女孩子很眼熟。”小张皱着眉头，像是在努力回忆。她的声音特别熟悉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我转过头看着他：“哦，在哪见过？”我也说不上来。小张摇摇头，就是那种明明很熟悉又想不起来的感觉，而且他好像一直在躲着我的目光。我心里突然升起一丝异样的感觉。何成宇的确是有些特别的偏好，但应该不至于。算了，我打断自己的胡思乱想，开车吧，去看看万科那个楼盘。不过小张的话还是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。那个叫小雨的女孩真的只是个普通的应届毕业生吗？对了，小张，我突然想起什么，你去查一下何成宇最近半年的社交动态，看看这个小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。好的，林总监。小张点点头。我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？回公司的路上，我望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，心想何成宇这么着急结婚，该不会又是……算了，这些破事不该再占用我的脑细胞了。3天后的下午，小张匆匆忙忙地推开我的办公室门：“林总监，我查到了，我正在审核项目方案。”闻言抬起头：“查到什么了？”“就是何成宇那个未婚妻。”小张兴奋地说。我就说她声音耳熟，她是甜心音乐平台的女主播，网名叫小雨宝贝，专门给老男人发嗲要礼物的那种。我挑了挑眉：“哦，详细说说。”小张打开平板，放了一段视频：“您听，是不是就是她的声音？”视频里传来软糯的撒娇声：“亲爱的老公们。”我忍不住笑出声，还真是她。继续，她在平台上粉丝挺多的，主打邻家妹妹人设。不过更劲爆的是，小张压低声音，我发现她和好几个大土豪都有那种暧昧关系。有个自称总裁的粉丝，一个月给她刷了20多万礼物。有意思。我靠在椅背上，所以何成宇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？应该不知道。小张说，他在平台上都是美颜加滤镜，现实中认不出来。不过他狡黠地笑了笑，要是何家那些长辈知道自己未来的儿媳妇是干这个的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。我轻轻敲了敲桌面：“你说的对，这么劲爆的消息不分享给亲朋好友，实在可惜。”明白。小张眨眨眼，我这就把视频发给何成宇的堂姐，她可是出了名的大嘴巴。果然，不出3天，消息就传遍了何家的亲戚圈。据说何凤娟知道后，当场就晕过去了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她一直在亲戚面前炫耀儿媳妇如何单纯，如何贤惠。现在可好，儿媳妇是个网络主播，专门勾搭老男人要礼物的。更让她接受不了的是，小雨的那些粉丝们也不知道从哪听说了她要结婚的消息，纷纷跑到何成宇的社交账号下去闹：“还我们小雨！渣男，你配不上我们小雨宝贝！退还我们打赏的钱！”何凤娟气得住院1个星期才出院。何成宇的婚事自然也吹了，听说他现在走在街上都是低着头，生怕被人认出来是那个被网络主播骗了的傻子。活该！我喝了口咖啡，
心情舒畅。谁让他们之前那么理直气壮地嫌弃我不够纯洁呢？小张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。林总监，您说他们家是不是风水有问题呀？找个儿媳妇怎么这么难？不是风水的问题，我悠悠地说，是品德的问题。半年后，坐在江景房的落地窗前，我看着楼下的城市夜景，手边是刚拿下的1000万级项目合同，桌上还放着一张副总的任命书。30岁，事业最好的年纪，我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公司女同事们总爱打听我的婚恋状况，我只是笑笑。比起将就，一个人也挺好。倒是何成宇的消息总会传到我耳朵里，主播未婚妻散尽他积蓄后跑了，他妈气得心脏病发作住院，天天逼他结婚，为此还专门找了个门当户对的相亲对象，隔壁小区搞直销的女业务员。听说他现在见了我们公司的人就绕着走，生怕被问起当初那个网络主播未婚妻的事。而我早起晨跑，下班红酒，周末看画展，假期去旅行，独自美丽，精彩纷呈。大概这就是最好的报复，活成别人想象不到的样子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